如今，华为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，最主要的还是高端芯片无处代工。台积电在2020年9月15日按美方芯片禁令要求实施了断供，现在已经有18个多月了。照目前情况来看，重启芯片代工的希望不太大，因为最近台积电又按要求对俄实施断供，并且还专门指出，他们有严格的出口控制体系，会确保遵守出口管制规定。也就是说，台积电基本上是指望不上了，华为的芯片问题还需要我们自己解决。可能还有些人会说，华为当初只布局了芯片设计，没有入局芯片制造，才出现了现在的局面。其实这样说是不对的，虽然华为也曾承认，但华为仅仅是一家民营企业，芯片设计能够做到全球领先，不逊于苹果、高通等，已经实属不易，也是耗费了华为不少的时间和资金。另外，看看苹果、高通等美企巨头，不也只是芯片设计吗？况且，入局芯片制造并不简单，需要的是全产业链的支持，不然还是会受到限制。像大陆技术最先进的中芯国际，不少设备、材料等还是要依赖国外，因此也受到美方芯片规则的限制，不能给华为代工芯片，还不能生产制造10纳米以下制成的芯片。主要原因还是国内芯片产业链的水平还不得，尤其是光刻机还需要从 ASML 进口，并且 ASML 也受限制， EUV 光刻机不能卖给我们，只能给我们出货 DUV 光刻机和其他产品，而要解决华为的芯片问题，还就得 EUV 光刻机，因此我们只能自己去突破。其实，对于光刻机，我们一直在努力。大家知道，光刻机涉及的零部件较多，相关技术也多，因此不仅有光刻厂商上海微电子在攻坚，其他相关厂商也在为此努力。近日有消息传来，北京国望光学的生产基地项目已经完成招标，预计在2023年投入运行。该厂光刻机曝光光学系统产品，这为国产光刻机的尽快实现又做出一项贡献。不仅这个，之前光刻机相关技术已经有了多项相关突破，国产光刻机越来越近了。对此，很多人表示怀疑，因为一直以来，大家听到的大多是光刻机涉及的零部件太多了，是集合了全球多个国家多项领先的科技技术，单靠我们自己是很难实现的。不过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这其实也是 ASML 的一种策略，是想通过这样的思想来打击我们前进的信心，以保持他们的领先地位。要知道，我们可是有举国大体制优势，况且 ASML 之前表示给我们图纸也造不出来，如今总裁都已经改口称，我们实现光刻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，还表示15年内就会有突破，其实已经感觉到了危机来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台积电又突然宣布一项进展， ASML 没想到的危机提前到来了。台积电利用7纳米制程，通过 3D 封装工艺做出了内含600亿个晶体管的芯片，这可比传统的7纳米工艺强很多，芯片提升了 40%， 能耗比提升 16%， 这相当的厉害。要知道，台积电利用原来的制程工艺生产的苹果7纳米芯片 A13 才集成了85亿个晶体管，5纳米芯片 A14 则也才拥有118亿个晶体管，而这个芯片达到了600亿个。这其实是另一种芯片制造的道路，就是先进封装技术。这样的话，就可以摆脱 EUV 光刻机，利用 DUV 光刻机生产低制程的芯片，然后再通过先进封装达到高制程芯片。这样的技术如果成功推广开来，那么 ASML 的 EUV 光刻机的需求就不那么大了。这对于 ASML 来说，真的是危机提前到来了。这样的话， ASML 可能就会走下坡路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英特尔、台积电、三星等10家巨头近期又组建了小芯片联盟，就是要建立统一的标准，打造小芯片生态体系，就是要将这个技术不断推广开来。其实，对于先进封装技术，大陆的中芯国际和其他封装企业也在研究，还有华为申请过多项芯片封装方面的专利。
之前提到过的芯片叠加技术也是这个思路。这样说的话，利用先进封装技术也可以作为解决华为高端芯片的一个重要思路，但也不能放弃光刻机的相关研发，实现国产光刻机，尤其是 EUV 光刻机也是必要的。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种突破，应该统筹兼顾，才能尽快解决芯片卡脖子难题。